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官方的抢先看影片啊，就有介绍到一些之后更新的内容啦。那首先就是讲到集团的功能呢，那这边要怎么点呢？就是你们开启了联盟的界面之后，点击战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集结。如果有人开集结的话，就从这里加入。但是它现在下面多出了一栏，你们点开了之后就会有这个东西出现，你们可以自己开启，然后勾选要什么部队。但是这边看下来应该只有10个玩家可以开到这个军团而已，然后点击之后玩家就可以选择队伍加入这个集团军里面去，然后一个集团军里面总共可以加入5个玩家，你们也可以勾选让玩家自己主动加入，或者是你要邀请他们加入，并且这个操作不是只有联盟盟主或官员可以操作而已，一般的玩家也是可以操作的。那当你们加入的时候，它会跳出这个通知，你的部队在集团军战斗中激活战争狂热的效果时将不会收到单独提醒。进入战争狂热状态后，部队攻击力提升 5%， 但是在接下来15分钟内，你将无法开启和平护盾，参与战争可能会造成部队伤亡，就问你确不确定要继续。这一点可能会有影响到玩家，假设说你的城市并不是在领土上面，然后你的部队已经加入了这个集团军，你之后要开泡泡的话就没有办法开，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要特别小心。那如果你是加入集团军的部队，就会长这个样子，它上面会有一个图标给你看。假设说你是负责开启这个集团军的玩家呢，你就可以直接用这种方式去操控部队，其他人的部队也可以。但是集团军的功能呢，暂时只是部分王国开启而已啊，并不是每个王国都开启的。那接下来就是战勋功能，这个就有点类似像之前的沙场点兵这样子，这边的要求也不低哦，个人荣誉值必须要到5万，然后累积105万的赛季功勋，主要是要看他这个赛季功勋要怎样拿到啊，速度会不会比较快。如果你们完成的话，可以拿到1个赛季币，如果要拿到另外一个赛季币的话，你需要消耗7500万的水晶，还有累计获得210万的赛季功勋，也可以拿到一些军器的箱子。但它这个计算方式不是只有计算你击杀对方的部队而已，也包括你自己的部队如果有重伤有阵亡的话，其实也是会计算啦。所以估计你有正常战斗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拿到不少的赛季功勋了。再来就是这个部分啊，我在之前公告的时候有吐槽过一次啦因为万国觉醒的城市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大，你没有必要设计这个东西出来啦。当然可能有一些玩家需要用到这个操作，会比较方便去查看你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到，或许他们的城市很乱啦。但是我玩了这么多年下来，我是真的没有因为这个东西而困扰啦，没有觉得说增加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会更加方便去操作，反正我会觉得说我可能点开这个界面的次数可能很少很少而已，几乎是不会用到的。接下来就是我比较好奇的部分呢，我想要知道它是怎样去画那个线条的。那这边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标志啊，这边就有包括进攻的标志，应该是可以切换的。它点开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进攻、防守、撤退也有，静止、千层。连线位置的话，它这边有5点，这个5点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可以选颜色。联盟标记就是你直接打一个标记在那边啊，它这个作战标记呢，应该就是你现在及时要给玩家知道你要干什么。军团标记的话，就是你整个阵营的玩家都可以看到哦。联盟标记只是自己的联盟可以看到而已嘛。然后标记管理就是你打过什么标记，你可以从那边点开做一些细节的操作。至于右手边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有撤回、恢复还有清除的按钮。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怎样画线的哦，它是用点的方式去画的。这边我们再看了一次，它画的有一点太快了，但它这边是点了之后直接拉过去。然后框选的部分的话，应该只有电脑版可以框选吧，手机版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框选呢你框选了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位置拿去牵程，像这边你可以拉了那个框之后，给大家知道你要在这边牵程之类的，给他们知道大概的位置在哪里。下一个就是联盟总动员啊，它的界面也是做了一些更改。那你们可以看到完成了任务之后，你们可以提升多少的点数，还有拿到一个硬币。那个硬币呢，可以去商店买东西的，之前是没有这个商店的。你们看到我右手边滑鼠吗？而且还多出了一个礼包的项目。至于
精选任务那边呢，就是可以去选择里面那些比较高分数的任务，并且每一天都会有一次免费的接任务次数。当你们完成了任务之后拿到的那个硬币呢，叫贡献币，你们可以去商店里面购买这些东西，就包括金头、装备材料、洗炼石，然后文物结晶、一些资源等等。比较多的还是资源吧。像如果你们要拿到第一个等级的奖励呢，就必须要联盟积分到达1000，以及个人积分必须要100才可以，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拿到。第二等级就要3000，第三等级7500，四等级1500，五等级就要25000，并且个人积分要300。12等级这个你们接着看下去啦，它那边数目太多了。反正如果你们的个人积分没有达标，你联盟达标你也是一样没有办法拿到奖励啦。接下来就是关于文明的部分啦，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明，但是争议方面呢，你们可以另外去选取。像是你喜欢中国文明的特色，但是你需要用到可能玛雅文明的争议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去选取。当然如果你们要换的话，也是需要用到转文明的道具啦，并且在这一次的更新中增加了2个提升，2个选项是专门给工程车的，应该是有一些用工程车的玩家跟策划那边反馈了。这里就包括工程车的攻击力提升5%，所有普通攻击伤害提升3%，部队训练速度提升5%，另外一个就是工程单位防御力提升5%，医院治疗速度提升20%，部队负债提升10%。再来那个语音功能呢，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了啦，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国服才刚推出的关系啊，所以他们今天有再次介绍这个部分。至于 SVIP 在公告中也是有说到他们会有新的特效啦，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特效也是很酷炫。当你们换上了主题之后，就会有一种像宇宙这样子的图案出现，然后把你的城市给传送走。它这个主题就是这样子，有点像木星啊，但是它是紫色的木星，你们的头像就会在里面。那么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呢，也是跟之前一样啦，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5天的活动。然后皮肤方面呢，据说有新的皮肤啊，但是这边看下来好像跟之前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是被公告骗了嘛。争分夺秒这个相信大家也是会玩啦，然后你完成争分夺秒也是可以拿到一些这一次的活动道具。匠心特惠就是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的，你们要用宝石去购买锤子，或者是通过礼包购买，拿到那个锤子之后就可以去敲取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活动其实可以拿到蛮多材料的啦，而且价格还挺便宜的。再来就是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就是要花宝石，不然就是你要去购买礼包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说国际版本英文版了，因为英文版通常会比较多细节啦，我们来稍微讲一下。首先就是集团军的部分，它这里是说到只有处于征服赛季的王国才可以建立集团军，并且你一次只能控制一个集团军，一个集团军最多可以容纳7个士兵，所以不是画面上所看到的只有5个而已。联盟最多可以同时拥有10个集团军，就是这边你们可以看到的数目。集团军的士兵只能交由给开启集团军的那个玩家去控制，集团军只能攻击其他玩家的部队，集团军无法进入某些特殊的区域，比方说黑暗祭坛。集团军可能没有办法用到某一些剧本中的功能，就比方说精兵伐谋里面的一些技能。第三，关于集团军解散的部分，如果集团军有某个部队被打败的话，它就会自动从集团军那边走出去，就是败北回家啦。如果集团军里面没有剩余的部队的话，它就会自动解散。联盟管理层有权利去解散这些集团军，如果伺服器离线的话，所有集团军将会自动解散。他这边说伺服器离线应该是讲可能维护的时候。至于他那个多功能的控制界面呢，是这样子的，它不会跟下面那个按钮重叠在一起吗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啦，它后面是我们平时做任务的那个按钮，然后上面就是它点开之后可以选取的一些操作，可以看到你现在有哪一些部队没有在训练啊，你的建筑工人有没有在做建筑什么之类的。我是感觉可能会重叠，不小心点错啦，尤其是对于那些移动设备玩家来说。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功能很多余的话，你们也可以去设置那边把它给关闭掉，你可以开启关闭都可以了。至于联盟标记的部分呢，这边我们再看对一次演示吧，因为那个国服版本的讲的有点快哦，所以你只是需要点击地面就行了，然后可以选择换颜色，它会自动换颜色，你只是换不同的颜色就可以了。那么这边国际版呢就有显示这个礼包买了之后里面会有什么东西，这边价格换算下来就是19块马币左右吧，然后可以拿
拿到一些加速，加速就有包括训练、治疗跟通用，但是通用会比较少一点，一些 VIP 点数资源，还有这个徽章，就是如果你们要接取这些任务的话，就需要消耗到徽章，因为它每天都有一次机会是免费的嘛，然后接下来你就是需要购买礼包才可以去继续接这些比较高分数的任务。一开始会有8次机会免费接取任务啦，如果你们消耗宝石的话，可以每天额外获得11个任务。那关于奖励的部分刚刚已经讲过，所以我们跳过，接下来就是关于换文明的部分啦，这个刚刚也是讲了，它这边也没有显示太多细节的地方。再来就是 SVIP， 刚刚那个动画太快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版本的会比较慢一点，这个是它传送过来的样子，这个就是你城市放着的时候，它旁边会有一些星座这样子的，不确定这个是什么星座，它这个传送点确实有点衰了。这个就是它的战争主题，那个奥丁的版本差不多，有点类似，所以这边看下来应该是没有行军特效啦，它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你城市外面的这个装饰而已啦，可能大佬他们会喜欢啦。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内容抢先看，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